一個身家以數百億美元計的男人，正在做一件全世界都看不懂的事。他親手把幾百億美元倒進一家每年燒掉將近40億美元的公司，而且這家公司連自己的會計師都在正式財報裡提醒，未來能不能繼續活下去，存在重大疑慮。翻成白話就是，連幫他看賬的人都不太確定他撐不撐得下去。照理說做到這裡，正常人應該要停了，可是他沒有停，所有人都勸他收手，他只回了一句話：直到我把錢用光為止。你聽到這句話，有沒有覺得背後涼了一下？這不是一般企業家的自信，這比較像一個人已經把自己、把公司、把整個帝國都推上賭桌，而這個人就是越南首富范日旺。問題來了，他到底是越南最大的賭神，還是一場帝國崩盤前最後一場最華麗的煙火？更詭異的是，這場賭局不只是他一個人的事，幾乎每一個越南人，不管知不知道，都可能已經跟着他一起坐上這張賭桌。你先不要急着下結論，因為要看懂今天這場豪賭，我們得先回到90年代，地點不是越南，而是烏克蘭一座叫哈爾科夫的城市。那些年，一個從越南北方來的年輕人，靠着數學天分拿到獎學金，到莫斯科念完大學。他沒有富爸爸，也沒有大財團在背後撐腰，他口袋裡幾乎沒錢，只能跟親友借錢，開了一間小餐廳。結果你猜怎麼樣？餐廳不是重點，真正改變他命運的是泡麵。他做了一個牌子，叫米維納泡麵。在那個後蘇聯時代，很多地方物資缺乏，生活並不寬裕。這時候，一包便宜、方便、可以填飽肚子的泡麵，簡直就像打中了時代的胃。短短10年，米維納泡麵一度拿下烏克蘭速食市場大約7%。9%，這是什麼概念？很多品牌花一輩子都只想讓消費者記得自己，但米維納做到的是，讓很多烏克蘭人一想到泡麵就想到他。對很多人來說，米維納幾乎就等於泡麵本身。一個越南人在異鄉靠一包泡麵餵飽了一個國家，這已經夠傳奇了。但真正能看出范日旺性格的，不是他怎麼成功，而是他成功之後做了什麼。09到10年間，當米維納最賺錢、最有價值、最像一隻金雞母的時候，他把整家公司賣給了雀巢。然後他沒有躺平，沒有買個小島，開始每天曬太陽。他選擇回到越南，從零開始重來。你有沒有發現，這個人從第一天開始就不太像一般生意人？一般生意人追求穩定現金流，他不是，他比較像一個習慣把人生重新洗牌的人。借錢開店是一場賭，在烏克蘭做泡麵是一場賭，在最高點賣掉公司，回到越南重新開始，更是一場大賭。但這些跟他後來押上的那一把相比，都只是暖身。回到越南之後，范日旺做了一件當時很多人不敢想的事。他不是只想蓋一棟樓，他想蓋一整座城市，度假村、靠舞中心、住宅、醫院、學校、大學。他把賣泡麵時學到的那套打法完整搬回越南，什麼都自己做，什麼都做到最大，什麼都要包進同一個宇宙裡。你可以想象一個越南中產家庭的一生，孩子在他的醫院出生，長大後讀他的學校，一家人住進他的住宅社區，周末去他的購物中心，假日到他的度假村，出門搭他的電動計程車，甚至未來可能連開的車都是自駕電動車。你聽懂重點了嗎？這已經不是一家公司，這比較像一個私人打造出來的平行城市系統。一個越南人可以一輩子活在范日旺打造的 Win 宇宙裡，不一定需要走出去。到13年，范日旺成為越南史上第一位富比士億萬富豪，他蓋出了越南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商業帝國。可是故事最刺激的地方，不是他已經擁有什麼，而是他接下來竟然拿着整個帝國去賭一件他以前從來沒有真正做過的事，造車，而且不是普通造車，是造電動車。這一把他壓下去的籌碼大到讓市場倒抽一口氣。23年8月，美國紐約納斯達克
一家來自越南的電動車公司 VinFast 正式掛牌上市。說真的，當時沒有幾個人準備好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因為上市才幾天 ，VinFast 的市值一度衝到比福特和通用這兩家美國百年車廠加起來還要大。你沒有聽錯，一家越南車廠，一家幾年前很多人根本沒聽過的車廠，市值一度超過兩家美國百年車廠的總和。那一刻，全世界突然開始問同一個問題：難道越南真的要生出下一個特斯拉了嗎？聽起來很熱血，很勵志，很像亞洲版鋼鐵人即將登場。但是市場最殘酷的地方就在這裡，它可以1秒鐘把你捧上神壇，也可以下一秒提醒你，神壇下面沒有電梯，只有懸崖。很快，現實來了，股價開始崩，一路崩。接下來我給你幾個數字，你慢慢感受。25年一整年 VinFast 淨虧損大約39億美元。39億美元是什麼概念？等於這家公司每天一睜開眼就燒掉超過1000萬美元，一天1000萬美元。不是燒一天，不是燒1個月，而是每天燒一整年，幾乎沒有停。更可怕的是，從23年上市到現在，它累計虧損加起來超過90億美元。90億美元，這不是創業公司常見的那種小虧損，這是用飛機引擎在燒錢。你以為這已經夠誇張了嗎？還沒。真正讓市場開始緊張的是他自己的會計師在正式財報裡寫下幾個非常重的字：重大疑慮。意思是什麼？意思是公司未來能不能持續經營下去，存在不確定性。翻成更白話一點，就是這家公司還能不能活下去，連專業會計師都覺得要打上一個大問號。照理說，任何一個正常老闆到這裡都該停下來想一想了。可是范日旺接下來的動作才是整件事真正讓人看不懂的地方。他沒有收手，他開始把自己的錢一筆一筆繼續倒進這個無底洞。24年11月，他和基台一起宣布再加碼承諾大約35億美元。你注意聽，這裡面光是他個人就承諾掏出超過20億美元。這就很有意思啊，因為一般企業家如果發現一個事業不賺錢，通常會砍成本、找投資人、出售資產、縮小規模。但范日旺像是反過來，市場越懷疑他越加碼，外資越討他越往裡面填，會計師越擔心他越像在說沒關係，我還有籌碼。這到底是遠見還是執念？這到底是偉大企業家必經的孤獨，還是賭徒最危險的幻覺？你先不要急着選邊，因為更複雜的地方是維恩雜談的財務結構也開始被外界放大檢視。有批評報道指出，集團之所以能夠在某些時候轉虧為盈，靠的不是本業真正賺錢，而是一筆金額龐大、名目模糊的贊助款入賬。如果把這筆錢拿掉，本業其實還是大虧。而這筆錢很大程度又跟范日旺個人注資有關。這就像什麼？就像一家餐廳說自己賺錢了，但仔細一看，客人沒有變多，菜也沒有賣更多，只是老闆自己從口袋拿錢放進收銀機，然後說今天營收不錯。你說這算不算賺錢？這就要看你站在哪一邊了。再加上24年 VinFast 主動向美國證管會申報重編財報，承認23年的營收多認列了大約3400萬美元，大約佔當年營收 2.8%。 單看這個金額，也許對一間大公司來說不是最致命，但問題是，當市場本來就已經不信任你，任何一個會計問題都會被放大。因為投資人最怕的不只是虧錢，而是不知道自己看到的數字到底有幾分是真的。結果就是外資開始用腳投票，大量拋售。Vin 集團和 VinFast 的市值從上市的高點以來，一度被狠狠的砍一大塊。所以你現在看到的畫面是什麼？是一個全越南最有錢的男人，看着市場質疑他，看着外資離開，看着會計師寫下重大疑慮，看着自己的商業帝國被重新估價，然後他從自己的口袋裡再掏出幾十億美元，繼續往火坑裡填。這裡就是整個故事最關鍵的問題，他到底是輸不起，還是他真的看到所有人都還沒看到的未來？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要看他最近這一年到底是在收手還是在準備梭哈。先看一個像是收手的訊號。25年，他旗下公司本來參與越南南北高鐵案，這條高鐵連接河內到胡志明市，總造價大約670億美元。有興趣的觀眾可以觀看我之前影片有專題介紹到越南高鐵。結果談到一半傳出生變，最後學長退出，說要把資源留給其他更優先的項目。如果只看這件事，你可能會覺得范日旺終於冷靜了，終於知道要收斂了，終於知道錢不是無限的了。可是同一時間，他做的其他事情怎麼看都不像收手。VinFast 從原本主攻美國、歐洲，轉頭重壓印度、印尼、菲律賓這些亞洲新興市場。他開了一家鋼鐵公司，要做越南民營的大型鋼鐵計劃。他鋪電動車充電網，目標衝到幾十萬個充電站。他還要在胡志明市南邊的海上填出一座全新的城市。對，就是我上一集講的秦爺海上新城。你說他收手了嗎？他退掉一個670億美元的高鐵案。你說他加碼了嗎？他同時開鋼鐵廠、鋪充電網、重壓電動車，還要在海上蓋城市。這已經不是一般的企業擴張，這比較像是把整個產業鏈從土地、住宅、交通、能源、鋼鐵到城市生活全部串成一張大網。而這張網的中心就是范日旺。當年有人問他，你願意為 VinFast 奪到什麼程度？他的答案意思大概就是這樣，直到我把錢用光為止。這句話很狂，但也很危險，因為創業者的信念和賭徒的執念中間只隔着一條很細的線，線的這邊叫遠見，線的那邊叫深淵。到這裡你可能會想，這不就是一個有錢人的豪賭嗎？他贏了是他的傳奇，他輸了是他的故事，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如果你這樣想，那你就漏看了整件事最重要的一塊。還記得我前面說的嗎？一個越南人可以一輩子活在 Vin 宇宙裡，從出生、上學、住房、靠舞、交通、度假，很多東西都可能跟這個集團有關。這就是重點。當一個民間家團大到可以包住一個國家的日常生活，當他的財務又高度依賴創辦人一個人持續輸血，那麼這場賭局的賭注就再也不只是范日旺的個人身家了，它會變成4個字：太大不能倒。如果這一把真的賭輸了，倒下的可能不只是一個富豪，還可能包括住在維恩住宅裡的家庭，在維恩體系上班的員工，婆斯相關股票的股民，跟這個集團合作的供應商，甚至還包括越南對自己能不能做出世界級品牌的信心。這才是范日旺故事最迷人的地方，也是最讓人不安的地方。他不是單純在賭一家公司，他像是在賭一個國家的產業想象。越南能不能從代工走向品牌？能不能從製造走向全球市場？能不能從大家印象中的低成本工廠變成一個能造車、造城市、造生活方式的國家？這個問題很大，大到已經不是一份財報可以回答，也不是一隻股價可以定生死。講到這裡，台灣的朋友應該會有一點熟悉感。財團和國家發展綁在一起，大型企業變成社會信心的一部分。一家公司不只是公司，而像是一個時代的象徵。這種故事我們其實一點都不陌生，所以我不想簡單把范日旺判成天才或判成瘋子，因為歷史上很多偉大的企業家在成功之前都曾經被說成瘋子。但歷史上也有很多真正的瘋狂賭局，在崩盤之前都被包裝成偉大願景。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2個問題：第一，一個國家的現代化能不能這麼大程度壓在一個人、一個集團身上？第二，如果你是在越南的台商，是外派主，是投資人，或者你正在觀察東南亞市場，你從這場豪賭裡應該看到的是機會還是風險？這2個問題我沒有標準答案，
但我相信能把這兩個問題想清楚的人，看越南、看亞洲、看未來10年的產業變化，會比別人少看錯很多東西。因為真正的風險從來不是你看到問題，真正的風險是你以為自己看到的是機會，結果那其實是別人的陷阱。真正的機會也從來不是大家都鼓掌的地方，而是當所有人都看不懂的時候，你還能分辨這到底是瘋狂還是未來。泛日望現在壓在賭桌上最新的一張籌碼，就是我上一集講的那座海上新城勤耶，一座蓋在胡志明市南邊海上的新城市。如果你還沒看那一集，建議你接着看下去，因為你會更懂泛日望下的不是一盤小棋，他要賭的也不是一台車而已，他真正想賭的是越南能不能在這個亞洲重新洗牌的時代裡做上一張更大的牌桌。我是 Andy， 站在越南裡面陪你看懂一個正在改變的亞洲。我們下集見。